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我们原来的节目里说，巨齿鲨是最恐怖的海底怪物，张开嘴就有2米大，那些牙齿一颗就有20厘米长。科学家说，地球上至少发生过5次生物大灭绝，海洋里曾经出现过的怪物，每一个都比巨齿鲨更恐怖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史前海怪的故事。时间回到1899年，乌拉尔山，卡平斯基发现了一块诡异的化石，20厘米长，上面是好几圈螺旋状的东西，像牙齿又像海螺，这究竟是什么生物呢？最开始卡平斯基说，周边完全没有发现这个生物的其他骨骼化石，这说明它可能根本就没有骨头，也没有甲壳，它是一个像章鱼一样的软体动物吗？那匹配上这么大的牙齿，这条章鱼简直就是海妖级别的怪兽了。不久以后，卡平斯基又在哈萨克找到了另外一块更大的化石，足足大了1倍多。如果这还是章鱼的牙齿，那它简直大得不敢想象了。卡平斯基推翻了自己的结论，又说除了章鱼，还有一种鱼也无法留下化石，那就是软骨的鲨鱼。牙齿的主人可能是某种史前鲨鱼，大概有5到50米长。为什么估算的偏差会这么大呢？因为卡平斯基根本不知道这个牙齿应该长在什么地方，鼻子上吗？背鳍上吗？尾巴上吗？或者说这个牙齿是往外长的这个样子？悬案至今未破。但在2013年的时候，科学家们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，那就是他们用 CT 扫描化石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小段残存的下颚，极有可能，但不一定，这个巨盘牙齿是这样竖着长在鲨鱼嘴巴里的，上面的牙齿磨损，下面的牙齿就往外长出来，替换掉旧的牙齿，就像机械巨盘一样，还能不断的更新，实在是太高级了。计算下来，最大的也不超过20米，正常的大概在5到12米左右，可以接受，就叫它玄齿鲨吧。接着一系列的数据被推算了出来，玄齿鲨原来是2亿7千万年前的德州电锯杀人狂，它的体型比巨齿鲨还要大，10到20米长。其实科学家们并不知道它真正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，因为后来发现它并不是鲨鱼，而是一种鲨鱼的遥远祖先，但现存的鱼类当中没有一种长着这种巨盘牙齿的，所以我们也只能把它想象成鲨鱼。最近几年呢，科学家又说它可能和现存的银礁亲缘关系非常的近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又可以得出2个推论：第一，它可能拥有比巨齿鲨更修长的身体，在海洋里更灵活，更像一条带鱼；第二，深海银角虽然体内尿酸含量比较高，但是我们早就已经掌握了去除尿酸的秘密武器——尿酒。所以它如果存在的话，应该可以想象一下蒲烧鳗鱼加干炸带鱼，再来点鲨鱼翅的混合味道。如果把玄齿鲨放到巨齿鲨的年代，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：先是巨齿鲨在追捕一条大白鲨，正当大白鲨快要被巨齿鲨生吞的时候，深渊里窜出来一条顶着电锯的杀人狂，当场腰斩巨齿鲨。电锯狂魔叼着他的战利品潜回深渊，还有半截遗骸呢，慢慢沉入海底。那条大白鲨早就已经被吓得屁滚尿流逃跑了。下一个海怪是在玄齿鲨灭绝后出现的，我们继续看。时间回到2010年，一个中美联合的科考团队深入贵州，他们在一个废弃的矿坑中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化石。这条鱼龙的胃里是什么？谁也不敢说出这个一目了然的结论，那就是这条鱼龙的胃里竟然有一颗完整的头骨。他临死前生吞了一条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海怪，他是怎么吞进去的？当时的搏杀场面到底有多么的血腥？突然现场的大佬说话了，可能是化石错位了，也许这颗头骨一开始并不在他的胃里。科学需要严谨的研究，不要一惊一乍的。这一研究就研究了10年。2020年论文发表出来，专家们说，第一，这条贵州鱼龙是从陆地下海的爬虫，它是爬行动物，不是鱼，极度凶残。第二，被它生吞的是一条4米长的新瀑龙，这也是当时海洋里的顶级掠食者。第三，这条鱼龙只有5米长，它究竟如何生吞一条4米长的新瀑龙？悬案至今未解。发现这个化石前，有人说鱼龙是只会吃鱿鱼、磕菊石的傻大个，有人说鱼龙进化出来了罕见的菱形牙齿，
绝对是凶残的捕食者。本来两派人几十年来谁也说服不了谁，但这条贵州鱼龙似乎讲了一个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的恐怖故事。鱼龙能生吞和自己体型相当的生物，残暴血腥蛮不讲理的形象浮出了水面。而更可怕的一个现实就是，世界上发现最完整的一条鱼龙化石有21米长，同时英国发现的一块鱼龙化石推算出来体长超过了33米。也就是说，把这条33米的鱼龙复活扔到现在的海里，它就完全有可能冲上去生吞南鲸。南鲸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，大概30米长。2亿4千万年前，鱼龙掠杀海洋，胆敢在它眼前出现的掠食者，除非你足够小，能够迅速的从它眼皮子底下溜走，否则你越大，鱼龙就会越兴奋。残暴一击即将触发，饥渴难耐的獠牙甚至无法忍受短暂的咀嚼，生吞必须生吞。这就是化石给我们讲的鱼龙故事。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清炖鱼龙的味道，估计是秒杀千年老鳖的十全大补。因为当年那批爬行动物下海的混成了鱼龙，而没有下海的在陆地上混成了千年老鳖。下一个海怪是鱼龙的狂热粉丝，照抄鱼龙的出装顺序，让自己成了恐龙时代的王者。侏罗纪公园里有一个生吞猎物的海怪，叫做苍龙，它正是那个鱼龙的粉丝。很多人认为它是海里的恐龙，或者是鳄鱼的魔改升级版，其实它是一条海中的蜥蜴。很多科学家认为蛇起源于苍龙，是退化了4肢的水生蜥蜴。它虽然复刻鱼龙，但比鱼龙更加的灵活，即使是小动物出现在它余光中，它也能追上去，毫不留情的一口生吞。苍龙有点像玄齿鲨和鱼龙的结合体，身体修长，善于偷袭，也能正面硬刚。通常它的体型在12米左右，能像虎鲸一样用嘴攻击，也能像鲨鱼一样死亡翻滚，还可以像鱼龙一样一口生吞。它简直就是完美的掠杀机器。完美到什么程度呢？科学家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那就是逻辑上所有的完美捕食者都必须拥有高超的视力，但苍龙的视力很弱，这可能就意味着它根本就不需要提前预判猎物的距离，它一旦出击就意味着猎物必死。科学家还发现很多苍龙的化石下颚都出现了骨折，难道同时期还存在能够掠杀苍龙的水中恐龙吗？这个凶手50多年来一直没有现身，直到最近，科学家们讲出了一个更恐怖的故事，那就是苍龙经常会互相攻击，他们的残暴和完美必须用同样的残暴和完美来验证。就像训练斯巴达勇士一样，他们自相残杀，只有最强壮、最残暴的那一只才能够雄霸整片海洋，而那个失败者在决斗中折断了自己的下颚，只能悄悄地沉下去，成为别人的垫脚石。最后，苍龙和恐龙一起灭绝了。但如果蛇真的是苍龙的后代，那我们不妨想象一下，用几百吨青椒和生姜来焖烧，一定是来自洪荒的鲜美力量吧。下一个海怪比苍龙更完美，我们继续看。时间回到1845年，一条36米长的水怪化石出现在了纽约。现场的绅士们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英格兰老家的水怪传说。发现化石的人叫做亚伯特·寇区，他认为这是一种史前的蜥蜴化石，可以在水中捕食，也可以爬上陆地生活。他把化石叫做帝王蜥蜴。化石发现的时候就像一条海蛇，破碎不堪。寇区花了小10年的时间才把它拼接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其实这张原始化石图片中，我们中国人一眼就能认出来，这不和营口最浓的那个骨架很像吗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龙？那个时候科学家们还没有发现恐龙，所以当时即使是最顶尖的生物学家也无法解释这具骨架。26年以后，这具骨架在大火中被烧毁，后区的帝王蜥蜴就这样昙花一现，成为了传说。慢慢的，很多年轻人开始不再相信地球上曾经存在过这么巨大的怪物。直到又过了30年以后，1900年代，有人在埃及的山谷中又发现了很多类似的骨架，同时他们还在山谷里发现了很多远古鲸鱼的化石。科学家们开始怀疑30年前寇区的帝王蜥蜴其实是一种远古的鲸鱼。然后科学家们又在山谷里刨了50年，
终于再次复原出一个帝王蜥蜴的骨架，和寇区当年的骨架有很大的差别。科学家们认为，这是因为寇区当年至少把5种动物的化石拼到了一起。其实，所谓的帝王蜥蜴是一种长得像蛇但拥有4肢的远古巨型鲸鱼——龙王鲸。龙王鲸的体长有18到20米，虽然它叫鲸，但和现在任何一种鲸鱼都不一样。它喜欢在温暖的海水里游泳，生活在大约4000万年前。那个时候，地球刚刚经历过了 P.E. 极热事件，这个我们原来分享过。那场地球高烧呢，让泰坦巨蟒长到了14米长，巨龟长到了面包车那么大。高烧降温以后，龙王鲸就开始了它的统治。从北美、巴基斯坦一直到南极，都发现了龙王鲸的化石。它们的后腿可能还具有爬行的能力，前肢是个胸鳍的样子，非常厚重，一巴掌拍下去，估计可以直接砸晕一头虎鲸。甚至科学家估算出来，龙王鲸的4肢是可以支撑它爬上岸，在陆地上活动的，或者是爬到湖泊里去照顾它们的幼崽。降龙摆尾说的会不会就是龙王鲸在陆地上的攻击模式了？除了胸鳍和尾巴，龙王鲸还长着一口獠牙，和人类一样，它的牙齿也分为门牙、犬牙和臼齿，一共42颗，比人类多10颗。牙齿分工非常明确，门牙又尖又锋利，可以刺穿各种皮肤装甲；犬牙非常的厚重，用来固定猎物，杀伤内脏。立起的后槽牙像几百吨的液压机一样，可以轻松地碾碎一切骨骼和肌肉。到了大约3400万年前，南极开始结冰，全球降温，海平面下降，龙王鲸可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中消失了。但也有很多北欧人坚信，龙王鲸并没有灭绝，他们适应了寒冷，躲到了冰冷的深渊当中。他们就是北欧传说中的海怪——大海蛇。再看看北欧绘画中的大海蛇，是不是很像我们的龙呢？也许真的有人见过它，它没有灭绝，或者它像虎鲸、海豚一样，在冬天的深渊里进化出了高级智慧，早就已经科技飞升了。所以龙王的味道，我们还是不要想象了。下一个海怪继承了龙王的事业，它叫做利维坦鲸。利维坦来自旧约中的超时空怪物，居住在海底深渊当中，和居住在伊甸园的贝西摩斯是一对。他们是上帝在第6天的时候创造了2只怪物，所以用利维坦来命名这种鲸鱼，可想而知，它给西方科学家造成了多么大的心理阴影。最开始在南美洲出土这些牙齿化石的时候，科学家们都不敢相信，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巨型怪物能够长出32厘米的牙齿？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牙齿，除了獠牙以外。要知道，所谓的巨齿鲨，巨齿也只不过20厘米，这口32厘米的巨牙，怕是能让巨齿鲨也立刻放弃抵抗。现在复原的利维坦鲸几乎100%准确，因为它其实就是长着巨牙的抹香鲸，有一个巨大的头用来野蛮冲撞，直接杀伤内脏，然后再用巨型牙齿扎到骨肉里面，彻底锁死猎物，猎物越挣扎就会失血越快。利维坦鲸至少在900万年前还存在，它们和巨齿鲨见过面，巨齿鲨大概15米，利维坦鲸大概有17米。巨齿鲨20米的牙齿刚刚够扎透利维坦鲸的脂肪层，而利维坦鲸的巨牙可以直接粉碎巨齿鲨的软骨。更何况利维坦鲸可能还相当的聪明，实在想象不出来海洋里还有什么怪物能够战胜利维坦鲸。但是它们为什么会灭绝了？为什么现代海洋里只有不长巨牙的抹香鲸呢？这是一个生物悬案。有人说它们灭绝的时间恰好和虎鲸、海豚崛起的时间相同。虎鲸和海豚的故事，老肉在他的频道里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，这绝对是现代海洋里的终极海怪。他们在海里见神杀神，见佛杀佛，但就是不欺负人类，甚至还向人类求助，帮助人类。人类、虎鲸、海豚和利维坦鲸是否真的有什么远古的神秘联系呢？也许这背后有一个早就已经飞升了高等文明在安排一切，让凶残的利维坦鲸变成温柔的抹香鲸，再让虎鲸和海豚保护着一种会游泳的猴子。他们想让这群猴子走完他们的老路，爬上岸，飞上天，最终再去星辰大海中与他们相会。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龙王。而他们为什么要特别照顾我们这群猴子？
在3400万年前那个南极结冰的冬天，有一个小猴子奋不顾身地跳下海，救过一只龙族王子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夫人说，一个恐怖故事活生生的被你讲成了白蛇传。